生，去世无大事。我是命哪里呀，都是孤言言语。莫三妹是个胸无大志的浪荡子，因为和人打架蹲了耗子，刑满释放后越发过得散漫。父亲想将经营许久的一间白事铺交到莫三妹手上，但却横竖看这个儿子不成器。莫三妹对父亲的营生也看不上眼，但为了拿到房本，还是敷衍的接下了一波。一阵手机铃声将小文吵醒，小文是在外婆身边长大的，他妈妈早年跟着一个男人离开家，生下他以后便丢给外婆再次离开。小文揉揉眼睛坐起身，他大喊着外婆，却一直没等到回应。小文靠在墙边，不懂外婆为什么不理自己。莫三妹接了外婆的丧事，那辆白事车的后窗上贴着3个大字上天堂。伙计王建仁打电话说外婆的身子已经硬了，莫三妹只能亲自出马。挂了电话，穿过狭窄的楼道，莫三妹来到房间，她拿着热毛巾软化关节。小文从一旁的柜子里跳了出来，拿着外婆给他做的红缨枪戳向莫三妹，不准她碰自己的外婆。一旁的舅舅赶忙将小文关进了隔壁屋子。舅妈并不在意外婆的生死，甚至觉得外婆去的不是时候，她只想尽快发丧赶回北京。莫三妹这边穿衣化妆忙活完，准备离开时被舅妈叫住，原来是外婆手上的金戒指没了踪影。她怀疑是莫三妹和王建仁顺手牵羊，莫三妹哪受得了这种侮辱，二话不说脱了个精光喊人搜身，还气冲冲地说自己不干了。旁边的王建仁小声提醒账还没结，莫三妹翻了个白眼，只能和钱投降，抬着外婆的棺材下了楼。小文在屋里看着这一切，旁边的表哥事不关己地告诉他，外婆死了，被装进了大箱子里，小文再也见不到他了。小文挥舞着自己的红缨枪，嘴上也不饶人，说要撕烂表哥的嘴。眼看装着外婆的箱子被抬上车，小文翻出窗户，一言不发地追着远去的车子。他还不能理解生与死的距离，只是不想再也见不到外婆。莫三妹的白事屋旁边是个婚庆店，女主人一直觉得晦气，从没给过莫三妹好脸色。莫三妹倒也不是任人欺负的主，常常也是嘴上不饶人，势必要对回去。两人一个白事一个红事，包揽了人生2件大事。姐姐带着老爹来到店里，看着莫三妹没个正形的样子，就气不打一处来。这日子让莫三妹过成了江湖，就这么糊弄过了1年。老爷子遵守承诺，将店给了莫三妹。白事这行，有能耐的看不上，没能耐的干不了。老爷子拿出3代总结的笔记本，让莫三妹踏实做好这件事，将衣钵传承下去。老爷子准备去办过户手续，莫三妹收到女友西西的短信，短信里只有我们分手吧5个字。莫三妹急了，丢下句明天再去，就驱车来到西西的服装店。迎接她的没有温香软玉，只有一顶绿帽子。莫三妹怒火中烧，自己蹲耗子就是为了这个女人，想拿到房本也是为了这个女人，但是已至此做什么都于事无补了。莫三妹离开了服装店，回到家，小文已经在店门口等了好久，见到莫三妹就吵着问她把自己外婆带到了哪里。莫三妹哪有心情搭理她。这时小文的舅舅赶到店里，一边向莫三妹道歉，一边上手想要带走小文。小文梳着哪吒头，举着红缨枪，和舅舅在狭窄的房间来了出秦王绕柱。莫三妹很是烦躁，她站起身，一把捞起小文带出了家门。小文年纪虽小，却是个脾气火爆的，张嘴咬上了莫三妹的胳膊。好不容易送走了这个小祖宗，隔壁婚庆店的男人又上来找晦气，提出2家合并一起干婚庆。瞧瞧他们一大家子的生活，总干殡葬行业，影响门风。莫三妹听了气不打一处来，骂骂咧咧地赶走了男人。这一天过得很糟心，夜里下起了雨。莫三妹心事重重地说自己要换个活法。老搭档王建仁和白银雪安慰她，两人你一言我一语，说什么莫三妹不就是觉得自己坐过牢低人一等，不就是被人冤枉偷东西，还被戴了顶绿帽子，总让人说是吃死人饭的吗？句句往莫三妹心窝子戳，不知道到底是在安慰人还是恶心人。莫三妹气得想要自杀。王建仁说莫三妹还是心态问题，自己瞧不起自己，谁能瞧得上她？两人一言不合扭打在一起，直到小文再次出现在门口。还是那句还我外婆。莫三妹这回淡定多了，舅舅马上要赶飞机到北京，实在没时间处理小文的事，塞了些钱让莫三妹帮忙看几天孩子，然后便匆匆离开。小文年纪虽小却很聪明，用自己的电话手表拍下了白事车的照片，一路问到了店里。见莫三妹不敢自己走了，便也不再吵闹，乖乖吃完了饭。王建仁提出陪他玩捉迷藏，小文一扬头不屑地说自己要打麻将，还熟门熟路地问打多大的。3个人大人愣是没有玩过一个孩子。小文赢了之后，谨遵外婆的教诲，见好就收，下场子睡觉。半夜，因为害怕厕所里的娃娃小文尿在了床上，莫三妹气急败坏地将床单一股脑扔进了洗衣机，忘记了夹在中间的房本，补办手续繁琐，过户的事情只能暂时搁置。王建仁通知莫三妹来到医院，一个和小文差不多大的女孩子去世了，父母悲痛欲绝，斥责女儿还没去世就在门口等着的王建仁没有心，
莫三妹看了看旁边的小文，心里有了主意。她带着小文再次找到那家人，谎称小文是自己的女儿，打了一通感情牌，成功拿下了这单生意。莫三妹带着小文到殡仪馆办事，将小文留在车上，嘱咐他不要乱跑。小文在车上看到和装自己外婆一样的大箱子，他追着箱子来到别人的葬礼，吵着要外婆。殡葬馆的馆长是莫三妹的前姐夫，教育了莫三妹一番后，让她交了罚款。莫三妹觉得小文就是上天派来惩罚自己的，她气急败坏地将小文抱下车，指着一个大烟囱说他外婆已经被烧成灰，飘到天上了，不见了，消失了。小文嚎啕大哭，终于接受了再也见不到外婆的事实。他独自坐在店门口，一边看着天上的星星，一边听电话手表里外婆的声音。给去世女孩定做的粉色骨灰盒到了，结果莫三妹一个不注意，骨灰盒就被小文用水彩笔涂了个面目全非，还是洗不掉的那种。再定做已经来不及了，他多看一眼小文的杰作都心塞，只能硬着头皮来到殡仪馆，让小文睁大眼睛看着自己是怎么被他害死的。莫三妹抱着骨灰盒交给家属，找了个借口说这是自己女儿为了表示对同龄人的哀悼画的。正当他准备迎接家属的怒火时，却没想到歪打正着戳中了家属的心。他们十分感谢莫三妹，还塞了一沓钱给他。为了奖励小文，莫三妹几人买了一堆零食给他，小文却误食了看起来像糖的跳跳球。几人着急忙慌地带着小文来到医院，医生检查后表示，先用点药观察这几天的大便情况，看看珠子是否能排出来。于是小文这3个临时监护人就尽职尽责地拿着筷子，每日检查小文的大便，终于找出了那枚钢珠，大家才松了口气。舅舅一家从北京回来，莫三妹将小文送回了家。舅妈话里话外不愿意要小文这个拖油瓶，一点不顾及孩子的想法，当着众人的面和舅舅吵起来。莫三妹看着小文的处境有些于心不忍，便又将他带回了自己家。姐夫将莫三妹带着孩子大闹殡仪馆的事捅到了老爷子跟前，老爷子一见莫三妹下车就提着棍子要打他。小文举着自己的红缨枪跳下车，拦住老爹的棍子，不准他打莫三妹。父子俩一言不合又较上了劲。莫三妹脑子一热，答应1个月后拿30万买这间铺面。小文究竟是灾星还是福星还说不准，他帮莫三妹揽了个生意，外婆的舞伴刘爷爷想要给自己办个葬礼，还要出30万办个豪华的。莫三妹跟钱也没愁，于是便应下了这匪夷所思的活人葬礼。莫三妹为这个葬礼下了血本，又是租戏服又是招人，给刘爷爷体验了一下皇帝驾崩的场面。葬礼还没进入正题，刘爷爷的儿女就冲进来找麻烦，现场顿时乱作一团。小文也加入了团战，一时间难以收场，闹到了警察局。离开时，刘爷爷嘱咐莫三妹，让他对小文好一点。老爷子得知了莫三妹的行径，气得将殡葬店砸了个稀烂，放话让他月底前搬出去。莫三妹也来了气，口不择言地宣泄道，从小到大老爷子就没给过自己好脸，既然喜欢二哥，不如现在就打死自己，也好下去把二哥换上来。老爷子被莫三妹的话气得浑身发抖，大姐听不下去，一巴掌打在他脸上，然后搀扶着老爹离开，只留下莫三妹站在原地抹了抹眼泪。晚上，莫三妹不仅帮小文修好了他的红缨枪，还答应帮他把手表也修好。这段时间的相处，让莫三妹不再把小文当成累赘，小文也对这个面冷心热的男人产生了依赖。婚庆店的孩子炫耀自己新学到的唐诗，莫三妹觉得小文也到了上学的年纪，她找到小文的舅舅，但家里不是舅舅做主，所以也爱莫能助，于是便提出让莫三妹收养小文。两人来到办事大厅，被工作人员告知没有结婚，不具备收养条件。莫三妹心一横，来到白银雪的住处，不仅带着宵夜，还特地喷了香水。莫三妹难得孔雀开屏一次，还没等她说出自己想和白银雪结婚的想法，卫生间的门打开了，王建仁端着盆站在门口。莫三妹梅开二度，同样的场景上次还是在前女友家。白银雪见此情形也摊牌了，她和王建仁早已领证，收养小文的任务便落到了两人头上。莫三妹心里有些不是滋味，小文也并有那么开心，只是一言不发地看着莫三妹。小文上学的第一天是被莫三妹忽悠进去的，他走过最长的路就是莫三妹的套路。小文的手表修不好了，莫三妹就给他买了个新的，但那里没有外婆的声音。莫三妹没别的就是嘴硬，立马允诺一定让他还能听到外婆的声音。于是莫三妹便跑遍全城，终于将那些录音原原本本的找了回来，安装在了外婆亲手给小文做的玩具里面，在小文生日的时候送给了他。前女友找到莫三妹，绿了莫三妹的老六因为醉驾出了车祸，尸首被碾得没了人形，他想请莫三妹帮忙整理仪容，莫三妹答应了，但他第一次做这种事，心里有些没底，便找到了老爷子。两人在小文的调和下，总算能心平气和地坐在一起说说话。来到殡仪馆，老爷子给他壮胆，莫三妹按自己从前学过的，将死后的体面还给了老六。就像老爷子说的，没能耐的干不了，殡葬师从来不是什么低下的职业。前后花了7个小时，老爷子一直陪在一侧，终于支撑不住倒在了地上，好在人送到医院后没什么大碍。这时候
幼儿园打来电话说小文出了点事，老爷子看到儿子终于有了上心的事，十分欣慰，便说自己没事，让他赶快去看看小文。原来在幼儿园的表演课上，隔壁婚庆店的小胖子和小文一起演了出送葬的戏码，这才被叫了家长。但在小文心里，莫三妹的工作却没有那么不堪，而是伟大的种星星的人。处理完小文的事，莫三妹回到医院，父子俩终于坐在一起说了些掏心窝子的话。老爷子也将二哥的死因告诉了莫三妹，父子之间的隔阂也渐渐消除。这之后，莫三妹一改之前的态度，认认真真对待起了自己殡葬师的工作，从一个颓废的浪荡子变成了超级奶爸，一边工作一边照顾小文的生活起居。就在日子一天天好起来的时候，小文的亲生母亲找上了门，面对她声泪俱下的恳求，尽管莫三妹心里1万个不舍，但想到孩子也许在亲生母亲身边会过得更好，她还是狠下心将小文还给了女人。但当两人真正分别的时候，莫三妹才被排山倒海的痛苦和不舍席卷。屋漏偏逢连夜雨，送走小文后，莫三妹收到了老爷子去世的消息，接二连三的打击让她一蹶不振。老爷子给莫三妹留了遗言，自己看腻了披麻戴孝，想要一个不一样的葬礼，怎么发送由莫三妹决定。莫三妹不负厚望，从姐姐手里抢过骨灰，叫上婚庆店的老板，拿着大号烟花一路来到江边，把骨灰倒进烟花筒后点燃引线，随着一声爆炸，天边开出了灿烂的礼花，老爷子的一生在璀璨夺目中完美谢幕。小文的母亲打来电话说小文丢了，几人火急火燎地穿梭在大街小巷，一无所获的众人回到家后才发现，小文已经在店门口等了很久。他一直记得莫三妹告诉他的家里的地址，像他们初见一样，一路找了回来。莫三妹又气又急，父女俩抱头痛哭。日子有了盼头，好事接连发生。王建仁和白银雪举办了婚礼，小文的妈妈也留在了殡葬店，加入了种星星的团队。